为对付东风21D，美军量身定制的航母利器要来了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自中国军队不断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以来，特别是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的出现，让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支柱航空母舰出现了生存危机。这也直接影响到美军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决心。不过，美国人这几年也没闲着，正在通过研发 MQ-25A 黄鲷鱼舰载无人加油机来破解解放军反舰弹道导弹的威慑。据美国发布的数据， MQ-25A 无人机在确保返航的状态时，能在930公里外输出 6.8 吨燃料，让航母舰载机的航程大幅度扩展。FA-18EF 舰载战斗机的作战半径扩展到了1300公里，而 F-35C 的作战半径据说飙升至1689千米。到了关键时刻，据说 MQ-25A 还能不考虑返航，将载油全部输出，也就是通过损失2架 MQ-25A 的方式，让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有可能逼近2000公里。在美国人看来，东风21D 的射程也就是1500到2000公里。MQ-25A 和 F-35都是隐身作战平台，已经具备了打击中国反舰弹道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据《欧亚时报》报道，美国海军打算在2025年以前用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取代目前派驻日本的里根号航母，成为美国海军唯一在中国家门口部署的前线航母。华盛顿号进行了超过5年半的中期维修和燃料更换后，最大的变化是部署了舰载无人加油机，也就是 MQ-25A 将正式投入现役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美军航母舰载机有了 MQ-25A 的加入，是否就能够破解东风21D 的威慑呢？答案是几乎不可能。首先，航空母舰作为一种兵力集中的大型水上作战平台，它面临的威胁可不仅仅只是东风21D， 还包括鹰击12、鹰击17、鹰击18，以及射程更远的东风26。连中国列装的隐身无人机、潜艇都可以打击航母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中国打击航母的手段从来都是组合拳，而不是一种杀手锏。其次，中国将东风21D 的射程扩大很简单，如果不行，还有东风26。美军用无人加油机给航母舰载机提升航程，中国就可以给导弹加点燃料。这种较量将会以美国的不堪重负而结束，因为提升导弹的射程要简单得多。何况东风26的最大射程超过4000公里，它用无人加油机给舰载机加油，再怎么加也不可能达到4000公里的作战半径。实际上， MQ-25A 的加入虽然提升了航母舰载机的活动范围，但是呢，又降低了舰载机的出动频率，其战术组织过于复杂，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大国战争。MQ-25A 作为舰载的无人加油机，在航空母舰上也会占用舰载机的位置。为了保证舰载机的远程打击，至少需要出动2个架次的无人机以提供保障。整个作战行动组织复杂，而且作战打击链比较脆弱，这个代价并不小。另外，用隐身战斗机进入中国腹地打击导弹发射基地，还面临着中国反隐身雷达以防空导弹的威胁。何况中国还会出动歼20等陆基战斗机对其实施拦截。更大的概率，这些进入中国大陆的战斗机是在给解放军送人头。所以美国的 MQ-25A 加入航母战斗群，最多也就是给美国人一点心理安慰，并不等于能够破解美军航母越来越脆弱的局面。那么美国发展 MQ-25A 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大概是这么3点：一是对中国反航母作战体系形成反威慑，
也就是吓唬吓唬中国；二是对于美军维持航母大洋霸主的地位有用，因为如果双方的航母之间进行对决，那么 MQ-25A 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，让美军舰载战斗机拥有非对称的打击能力。三是对防空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实施战术打击非常有用。总体而言， MQ-25A 的列装是美国航母战斗群提升打击范围的一个重要选择。它扩大了美军航母的海上霸权优势，但是不等于可以威胁到中国本土。中国的航母仍处于起步阶段，未来我们也可能会发展无人空中加油机，这样就可以在大洋上以美军的航母舰载机建立起战术平衡态势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